有啊，一定有啊，一定有，真的。水沙连及日月潭，相传少主原住民祖先在追逐一只白鹭时，无意发现日月潭这块肥美的土地，认为可供世世代代子孙生存于此，于是举族迁来居住。南投深山里的静谧湖泊，又被称作台湾的心脏，在早期是为了发电而造出的半人造湖泊，如今已转变为知名的观光胜地。这一天晨曦出入，我们一行人搭着的是在地的渔船，而带上的是沉重的装备与兴奋的心。人间上去，人间上去。这样闲适自得的清晨，我们不为了别的，为的只是一个梦，一个关于鱼虎的梦。话语方落，船的引擎声阵阵地传到耳边，我知道是时候出发了。走，让我们一起航向彼岸，找寻鱼虎的踪迹。开始之前，先介绍日月潭鱼虎的钓法。我们联系了日月潭的渔民，了解看看关于鱼虎的习性。因为在地的渔民会料理鱼虎来吃，因此他们会观察到鱼虎的食物来源，有70%以上是红魔鬼，另外30%则是珍珠石斑、曲腰、武昌及小型的陆地生物。重点在于，鱼虎习惯攻击较大型的猎物，并将猎物咬断。它并不会完全的吞食，所以胃里的红魔鬼往往是没有头颅的。根据日月潭渔民所言，日月潭的鱼虎钓法大略分为3种：鱼球钓法、换气钓法以及岸边搜寻的方式。
鱼球钓法每年的4月到8月是鱼虎的繁殖季，这时候他们会开始保护幼鱼，因此钓到的机会比较高。通常会使用沉水米诺或沉水铅笔来做钓。因为鱼虎是非常凶悍的外来种，会影响日月潭本土鱼种的生态，因此县政府开始在繁殖期间电捞幼鱼球，所以鱼球数量也会减少。先让我们看看鱼球长什么样子。我丢了跟他一样大。鱼球在水面翻腾，犹如煮沸的热水泡泡。通常鱼球附近会有成鱼保护着它们。好大好大！标点尽量丢到鱼球的后面，你找他没有指令，要后面一点。直接丢到鱼球会错失了许多机会。这一个就是错误的示范。双高！结果不算钓到，小鱼，小鱼。当你勾到小鱼舞的时候，就代表你可以越来越接近了。我的越接近球了。第二种钓法是相对简单的换气钓法。草居在日月潭的东边，每天清晨5点到9点这段时间里，在水草区会发现许多鱼虎在换气。它们换气的时候比较谨慎，水面只会看到一点的水纹。如果是鱼跳跃的声音很大，水温也比较大的话，大部分是曲腰或者是梗鱼。通常过9点后，游船会来来去去，能发现鱼虎换气的机会就会变少。下一种钓法是岸边搜寻，主要使用沉水浮水铅笔、沉水或浮水米诺。沿岸的树下、草边及水中的枯木、水草等等，都会有鱼虎的踪迹。我们用软虫丢各种障碍边做大范围的搜寻，通常用踢尾或是热狗这种浮水性的。障碍多的地方会打水漂，以防挂障碍或是挂树。打水漂的次数不是重点，打得准才是重点。通常会一边开船一边抛投，第一竿的机会最高，所以到点抛投一定要非常的准，这样中鱼的机会才会更大。中！飞潮的，鲶鱼，泰国里没有鱼了，所以把自己打掉，应该赢哦，直接拉上来。哦 ，Brian， 或是使用硬饵做快速搜寻。钓鱼虎时会以水表饵为主，这时候要考虑船的航行速度，准备丢下一个标点。这边是我们对钓法介绍的总结，可以按暂停观阅一下。
这一天，我们来打鱼球，发现鱼球，关掉眼睛。我们继续找下一个鱼球吧。船长告诉我们，政府单位已经垫了很多鱼球，这也是护佑季的尾声，摇况也不是非常的好，但我们还是想要来碰碰运气。机会小，但也是有机会吧。如果有机会，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这才是我们 running 的态度。我们边找鱼球边往草区移动。偏光镜真的是钓鱼人必备的好东西呢。到了草区，现在差不多是早上8点，太阳也完全出来了。我们的目标是找有没有换气的鱼虎，还有鱼球。因为咬况不佳，所以我们决定换钓法，来找看看有没有躲在岸边乘凉的鱼虎。很可惜，还是没有鱼虎。准备休息一下，下午再来吧。我们来伊达邵码头旁边的老街吃饭，先休息，再睡个午觉。虽然鱼没钓到，但我们还是得吃饭。因为没有鱼，所以我们摄影师永轩也会开始钓鱼。其他人就改钓红魔鬼或是珍珠石斑，至少有一些画面吧。唉，钓不到其实更累。平日的日月潭人潮开始渐渐变多了，希望疫情早日能够结束。
小翻转。尽量把假饵丢到障碍的深处，这样鱼虎有时候会从里面追出来。日月潭的湖光山色真的美不胜收，惬意的午后，我们惬意的抛头。东西来咬哎。咬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搓手。应该是哦，小小粒的。准备钓日月潭的特产珍珠石斑，还有红魔鬼。即使艳阳高照，我们还是一样热情。我们使用 Ned 的钓组，路亚是 Z-Man 的小软虫，钩子也是 Z-Man 的蘑菇头 Jighead。可以啊。Z-Man 软虫的高延展度、扯不断的特性，很适合来攻略珍珠石斑、鱼虎这种呲牙咧嘴的鱼路亚鱼种。我们不断的抛头，期待日月潭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喜。这个蛮大，对，这是蛮大。Z-Man。이거 릴 좋다. 是不是鱼球？那个，刚刚봤어，那个木头的下面。没有，我没看到。刚刚下去了。不知道，看看啊。我等下这个被咬走就完了。准备吧，因为这边刚刚有鱼球，我刚发现。鱼球受到惊吓时就会沉入水中，要等待下一波的鱼球浮起。啊，开在那个桥上。10分钟过后，再也没看到鱼球了。用软干细线来玩，也是能有满满的拉力呢。这一只珍珠石斑的体型还蛮不错。
尽量把假饵丢靠近岸边，让它慢慢落下。这时候红魔鬼跟珍珠石斑就会来追逐。红魔鬼鱼的肉质鲜嫩，日月潭周遭也有许多店家推出专门的料理呢。这一定要再放火一点。又更小了。哇，啊，边边它应该都是炒真的，把它当配菜掉。真的。夕阳西下，把握最后的时间，看还有没有机会。日月潭黄昏的时间，中鱼机会还蛮高的。连珠石斑杀球。换这个是一面的。啊，几乎。结束了一天，船只回航，没有看到鱼虎的踪迹，的确是非常可惜。回程的路上，还想再熬几竿，不愿放弃的心随着炮头的声音呼啸而去。就在我们快到码头的时候，机会来了。本日最初的咬讯，但也是最后一个。开枪啊！哎，开枪就没有了。装备上手，结束这疲惫却也值得回忆的一天。这次的钓游不能说是完美，但反而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关于日月潭的人文风情和在地人那爱护日月潭质朴的心。旅行终将抵达终点，但我们还有机会。9月啊，好，水沙连，我们下次见。下一部影片是我们 Ronin 团队成功复仇擒拿巨虎，敬请期待。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按赞、订阅支持我们，这是我们拍片最大的动力哦。
来呢？为什么来呢？可能真的蹦。看起来都是有往生动，哦，就要动了。哎，咬一下，又咬一下，中了！哦，贵了，我就说吧，咬一下，咬两下，很可爱，很小。